原来你住的这片山谷叫镇央宫。龙爷爷说过，央是央的谷字，由戴家的犯人象形而来，是灾祸的意思。这座宫殿到底镇压着什么灾祸？这里没人啊，怎么会有咀嚼的声音？我们的影子都好好的，哪儿来的第三个影子？他是谁？吃了！魔印？难道这是魔的影子？算了，管他是什么，现在逃出去才是关键。他妈哈瓦呀！大个子！这句魔语竟能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成功施展出掌心雷。不过，这招太过强大，让我也同时力竭了。竟然会念魔语，是我从后背，真可笑。魔神威力印乃是我从核心法门大自在印中的第一印，蕴藏无上力量。你手中却如此虚弱无力。原来这招叫做魔神尾翼印，晚辈愚钝，只学了些皮毛，没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。一知半解，当然无法发挥出法门玄妙。大自在印共有4印，让这猴子退开。我将余下印法传授给你。是滚！这位前辈与我同族，不会害我。别担心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小子，你靠近些看，我只教你1遍。这是第2，天魔自在。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。天魔自在印进入夺魂摄魄之下，印性狠厉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小子，你看见殿中的长钉了吗？他们的力量始终压制我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进来吧，我怕你看不清。前辈放心，晚辈眼力尚可。第3印，
智慧印。现在只剩下第4印，大自在天魔印。这是千3印合一的最强印法，不过这一印更加复杂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只要拔下这些长钉，才能让我喘一口气。你进来帮我，我便可以将完整的印法传授给你。前辈，我还是不学了，我笨得很，连第3印都没学会。只要你拔下钉子，我便有力气教你第2遍。前辈刚才说过只教1遍，我怎能让前辈食言？我这么笨，有负前辈的期待，心中愧疚不已。不，你很聪明，你只看了1遍就学会了魔神伟力印和天魔自在印，连大智慧印也记得7、8成。我欣赏你的资质，可以破例多教你1遍。还是说，你在骗我功法？我好心好意教你，你却骗我！前辈何出此言？分明是你想骗我进去为你解封。那些长钉就像是婆婆的针线，把你的影子连同3魂7魄都封印在这个遗迹里了。你早就知道。前辈怎会不知你我并非同族？不过是想引诱我进殿为你拔去长钉，恐怕前辈一脱困便会将我也吃掉。我只是将计就计，骗了你2招半的印法。小骗子，我要弄死你！还想骗我？我可是被瘸爷爷从小骗到大的，连婆婆给我买的糖葫芦都被骗去了无数次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同族？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对我们这种忠厚老实的人而言，大虚实在太危险了。是鬼，大鬼，小鬼。里面那个确实是大骗子，我可不是什么小骗子，不过是从小吃亏才勉强学得机灵一些。大个子，这个地方你怕是不能再住了。好吧，这么多残老村确实住不下。你记得勤加修炼，那偏殿也千万不要再进去了。走。这是你留下的掌印，也是你作为领主的标志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大个子，你。我的，你的，
空中有人，他们为什么撒那么多纸花？怎么往残老村去了？听闻残老村的司婆婆手艺了得，我等想请婆婆裁几件衣裳。敢问要什么衣裳？尺寸如何？要做寿衣，一共9件，就按照你们村里人的尺寸剪裁吧。听说马爷的棺材很不错，还要劳烦再做9口棺材。乐意效劳。婆婆，村长爷爷，不是去修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看这帮陌生人来势汹汹，担心是来找麻烦的。看来应当是10件寿衣，10口棺材。千秋在，付定金。是。死人的钱。村长，寿衣和棺材今天能做好吗？你若是急着用，现在便可以做出来。请。多送你们2口，一共12口棺材。老先生还满意吗？老身也多做了2件寿衣，保管合身。1、2、3、11、12。哎，他们有12个人，马爷爷和婆婆真体贴。听老先生口音，像是南疆人。据说神下第一人严康国师一统南疆时，招安了一个大派，叫做漓江派。漓江派掌教墓碑峰，神通出神入化，伸手可断江流。不敢当，老朽正是墓碑峰。老朽有5个师弟，承蒙各路道友看得起，称作漓江5老。他们的弟子人称漓江5子。前阵子，他们师徒还来了大徐历练。5老、5子，不就是想杀我和婆婆的那些坏蛋？大徐很险恶，我可真为你的师弟师侄们担心。是啊，大徐到处是凶神恶煞之辈。我见他们数月未归，就一路搜寻过门，幸而找到了他们送命的地方，也锁定了杀害他们的凶手。其中一位是天魔教高手，凶器和司婆婆的针线差不多；另一位用木棒施展刀法，应该是个刚修炼不久的年轻人，倒像是小兄弟你。这个墓碑峰是来给他们报仇的。他们10件寿衣10口棺材，原来是想把我们村的人杀光了装进去。爸爸别骂了，他听不懂。穆兄既已归顺严康国，想必也是朝廷命官吧？老朽现任南疆武苗府的府牧，官从2品；漓江5老则是苗疆副都护，官从3品。不知穆兄前来寻仇，是要讲朝廷规矩，还是江湖规矩？老朽做惯了山野村夫，还是按江湖规矩来。
老朽的徒儿千秋也是灵胎境。小兄弟，你可否施展刀法？可过招，有本事来跟老子打！住手！穆兄没有借延康国师和朝廷的力量压我们也不能坏了规矩。谁都不许帮忙，也不许开口指点。哼！木儿，去，棺材和寿衣就在那里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死。我在屈师弟尸骨上研究过你的刀法，也在秦师妹尸骨上研究过你的腿法，的确精湛。可惜，你的战绩过时了。过时？200年前，控剑术与战技两派论战，延康国师一人一剑横扫天下战技强者。当下是控剑为王的时代。好快的剑，就像预判了我的动作一样。你出招的习惯已被我掌握，接下来你会攻击左面。可恶，被他看穿了。35柄剑，每柄都在施展不同的剑招，相当于35个人同时与我对战。无论攻击哪里，都会被阻截。发现了吗？战绩陈旧的搏杀路数，在控剑术面前不值一提。那就破了你的控剑术！千秋虽只是灵胎境，以气御剑的造诣却极高。他幼时曾以元气控笔，于30丈外画仕女图，仕女图上的发丝根根分明，纹丝不乱。这位小兄弟想破他的控剑术，必败无疑。未必，木儿从来都不是个会认输的孩子，他是霸体，永不服输。霸体？他控剑的元气丝好细，肉眼根本看不清。神象天眼，开！找到了！切断你的元气丝，看你怎么控剑！狂妄！我的剑不只是剑，更是漓江千回百转的江水，南疆第一控剑术——漓江剑法。剑势竟然能像流水一样运转，把元气丝都藏起来了。你的战技只有双手，而我的控剑术却有35路杀招。银鳞漓江水，脚上！别小看战技，关火！你能操控多少剑，就有多少只手和你打。雷音8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自废武功罢了，你双手重创，怕是连刀都拿不起。杀猪刀法！想模仿控剑术，一起遇刀吗？
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刚劲有力，但速度太慢。天魔自在印，伊斯巴哈，魔道手印。赢了！救救！救救！这印法是你传给木儿的？我也没见过这种古老的印法。用魔音魔功的阴邪手段取巧获胜，与天魔教无异，令人不齿。穆兄，这口棺材留给你的弟子，还有11口棺材空。棺材做好了，自然要用上。请。不好，他们早就布好了阵法。傻木儿，再仔细看看。还是婆婆和爷爷厉害，堵住了他们的阵眼。阵眼可不止在村内。离江水龙阵，起！这种流转的江水，是南疆的漓江。漓江派依水而生，200年前老朽观水市使之剑士，领悟漓江剑意，自创漓江剑法。今日便以阵请漓江，剑荡大虚邪祟。江水里的水珠好奇怪，里面似乎冒着含铁的金光。小心，那不是水珠，而是剑丸，由数以万计的剑所炼成的剑丸。死哑巴，别耍木耳，他手还有伤。这是几万柄剑炼成的剑丸，有几万斤重。不说话的坏胚，一肚子坏水。木耳，不要学他。剑丸里的都是子母剑，只要找到母剑，就能将子剑统统收起来，缩成剑丸。他们竟能同时操纵万把剑，瞬间造出以剑构成的龙。瞎子，我有屠龙计，今日破漓江。撤！这才是夏爷爷枪法的真正神通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过去我一直想寻你一战，看看我穷尽一生所创的漓江剑法，与你真至神境的枪法究竟相差多少？可叹我有机会相逢，就听说你被人挖去双眼。而今，你见到了。
没想到你失去了双眼，枪法却更胜从前。我们漓江派习俗是水葬，尸体见不得土，还请道兄成全。放心，村口就是永江。得见神枪，死而无憾。国师，我们的时代终将有望诞生出新的神奇。漓江派可能会从南疆除名了，掌教、门中高手都死了，这个门派很难存活下去。漓江派是严康国师亲自召安的，要是灭门了，会不会惊动他？会，但有黑暗在，他不会轻易踏入大徐。那他背后的严康国呢？那个伪装成国家的庞然大派，吞并各方势力，让各路高手进入朝廷、军队，把疆域推至大徐边缘。大徐可是有着无数神迹的地方，他们怎会不觊觎？我了解严康国师，没有什么能够吓倒他，也没什么危险能够阻止他。他一定会进入大徐，说不定他现在便遥望着我们。严康国的控剑术日新月异，短短200年，严康国师就让天下剑法实力大进，真是后生可畏。连木儿都对控剑术上了心，见了漓江派的剑偷偷练呢。可惜，咱们村有人会最顶级的剑法，偏偏不想教他。漓江派那小子说的有理，总待在村里闭门造车，眼界闭塞，确实会落伍。这次去奶奶庙赶集，你们把木儿也带上，让他去长长见识。这里就是地图上标着海眼龙王的地方，会和奶奶庙有什么关联呢？木儿，奶奶庙可是个见世面的好地方，每逢初1、15，附近200里的村子都会派人参加庙会，带着货品以物易物，很是热闹。婆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别急，再往前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鱼，还有人。
小天眼，开！这位老奶奶难道就是海眼龙王？这里是海眼，海水都去哪儿了？旧时代的大墟本有一片大海，后来灾变发生，一夜间海水消失，海眼变成陆地，但海中的生灵却存活了下来，上岸谋生。我们称之为渔民。渔民们办庙会，是在纪念逝去的海眼龙王吗？到了，那就是我们残老村的摊位。薛爷爷，咱们村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去把笼子的字联挂到台上，然后站着别动。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？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？不少在外界混不下去的高人，被逼得躲入大墟。只有庙会，才能将这些高人和他们的弟子聚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打擂，就可以见到天下所有流派的功法。原来村长爷爷让我来庙会，就是想让我和各个流派的人实战，增长见识。脚踢永江无敌手，横扫大墟800村。不知死活的小子，稀罕，太嚣张了！老爷爷写的这么嚣张，我会不会被人打死？打死这小子！不是要打擂吗？爷爷们在干什么？聋子，快写个批注，境界高的必须自封神藏，可不能真把木耳打死。就是他，往死里打！下一个，打擂对赌，赢就对着他了。跌打损伤，药到伤愈。拐了，上等拐杖。全因他们说的没错，缺乏力量。其他村的武者都有着独到之处。运道太好，又赢了。下次可以找我逆天改运啊，我还会像是算命的。原来爷爷们的打擂生意是这么做的呀！下一场我来对赌。老如来的细气罗，你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？大雷音宗天龙院首座，景明。马爷，你来。景明，马师弟，当年你自断一臂，归还大雷音宗神通，
也归还了如来为你炼制的细气罗，断绝师徒情分。而今却将我宗神通雷音八式外传给擂台上那个大虚器民，出尔反尔。哼！老如来已经答应我还俗，你管我做什么？马爷爷曾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，小时候他给我玩的那些灵明珠，原来就是禅珠。如来又是什么？听上去很厉害。既然违反了还俗的规矩，你就还是我大雷音宗弟子，跟我回去吧。当初你若不打下须弥山还俗，而今大雷音宗如来的位子就是你的了。哼，不见众生，怎见自己？谁稀罕做什么高高在上的如来？我还俗有了妻儿，你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。为了妻儿安危，我自断手臂，然后呢，你们继续追杀我，让我家破人亡。既然执意要我死，为何我不能将大雷音宗神通外传？我们并非要杀你，以马师弟的造诣，做一个棺材匠，埋没了你的机缘。如来是要渡你脱离红尘苦海，重拾禅心，回到大雷音宗，以成正果。狗屁的禅心！杀我妻儿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有禅吗？罪过，当年是下面的弟子误杀了你的妻儿，红尘苦海，干扰修行。这么多年，马师弟还没有明悟吗？废话！要赌便赌，不赌就滚！也罢，我与你对赌。这是我徒儿明心，他也是灵胎境。马师叔，这次由他来与你的弟子打擂，如果他赢了，你跟我回宗；如果他输了，细气罗归你。我输了，你拿我的脑袋回去见如来。那可是你的命！脑袋没了，你妻儿的仇谁来报？去吧。是。这亦是你的修行。如果我输了，马爷爷就会死。墨儿，霸体无双，绝不可能会输。我相信你。小禅师，明心。放牛娃，秦牧，我是霸体，我一定要赢。观水。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雷音八式明明是禅宗拳法，在他的手里却充满了愤怒。金钟罩。即便是魔元，也扛不住九龙御风雷的力量。小禅师竟能不躲不避，
我大雷音宗功法与其他门派不同，走的路子由体表到禅心，修到体表称之体如来，修至禅心谓之心如来。这位小兄弟未得真传，只修到体如来的层级。你的弟子明心倒是自幼修习心法，如今已至心如来的表层。心法，什么意思？禅宗功法以心境见长，尤其是我宗心法如来大乘经，与雷音八式完美契合，两者相互配合，才能真正显示禅尊慈悲之力。慈悲？拳头不就应该用来打架吗？你的内心太过愤怒，接下来我也使用雷音八式，你就能看出区别。神啸天眼，开！雷音八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你未修禅心，招式充满愤怒，千手禅尊尽是愤化身。小禅师的心法确实厉害，和拳法结合后，有种很柔软的威力，这就是他说的慈悲之力。我以慈悲力度你愤怒心。难道真像小禅师说的，我没有学过心法，打不出完美的雷音八式？如果因此害死了马爷爷，不行，我绝不能输，他一定有破绽。心如来，即有表即里的禅尊，没人敢向禅尊出手。木儿敢。找到了，就是那里，他体内元气最薄弱的地方。小禅师，这就是你心中的禅尊吗？我见人，人人皆禅者，禅尊皆在心中。我心中无神，这世上无禅，比谁高贵。去他的神！无魔，去他的神！我就是神，就是禅尊，就是魔。魔神伪力印会让我力竭，也会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打出最强的雷音八式。这一击必须分出胜负。雷音八式第5式，日照阳魂，空中炼。我的破绽被他发现了。当年你急于求成，致使你修炼时咽喉处留有破绽。禅尊法相并不完美，看来你将这个破绽也传给了你的徒弟。没想到你竟能用魔道功法催动禅宗威能，跨越禅与魔的界限。什么禅啊魔的，都是你们定的，只要好用不就行了吗？是我输了。多谢秦施主指点，明心受教。傻孩子，别什么都学。马师弟，细切罗没了还可以再造，但头颅只有一个，你输了一次便是全盘皆输。你先赢了再说。如来与你师徒一场，他当年为你炼制细切罗，是真心想让你继承衣钵。你的手臂，如来至今放在千尊塔中诵经贮存，望你有日迷途知返，重回大雷音宗。哼，要回也是打回去，不准再来骚扰马爷，否则我就毒翻须弥山。
马爷爷，婆婆，既然担心老禅师再来骚扰，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木耳，这是你赢的，归你。他的名字叫西绮罗，4股12环，是大雷音宗如来所炼。12环可以去除12种杂念，杖分4股，断4生，念4地，修4等，入4禅。它的价值堪比一整座香龙城。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老娘婆！这里有老娘婆吗？没，这里有老娘婆吗？我娘子难产。这个时辰，黑暗快来了。赶得及，我就住张庄寨，离奶奶庙不到20里地。哎，张庄寨啊，这个寨子不是死了很多婴儿吗？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娘子吧！求求你们！我随你去。啊！